战印抓住他的2只手，用力地甩压在他的头顶两侧，他倏地堵住了他的嘴。这个吻是一点都不温柔的，他就像在宣泄怒火似的，又啃又咬，还是强制性。海童被他的行为激出了一肚子的火气，愤怒地咬了他的唇瓣，咬出了血。他吃痛后才松开了他。趁他争冲间，海童赶紧推他，把他推得跌落到地上去。他跳起来，跳出几步远，防备地看着他。战印慢慢地爬站起来，抹了抹唇上的血迹，他的脸色很难看。战印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喝了几杯酒就发酒疯是吧？战印阴郁地瞪着他，冷冷地道：海童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今天真的在你姐姐家里吗？我是在我姐姐家里。海童忽然停下来。战印冷笑：怎么想起来了？你和张念生在10的是福餐馆里吃饭，你们俩有说有笑，你还给他夹菜吃，亲热的比咱们俩还像夫妻。海童，我说过啊，在我们协议婚姻期内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，别给我戴绿帽子。我的忍耐性是有限的，再有下次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海童算是明白了，怪不得他会发酒疯，原来是看到他和张念生一起吃饭了，又认为他把张念生当成下家，怀疑他还要报复他。平时他防他像防色狼一样，今晚却原来是他的男性自尊心作怪。他摸了摸自己的嘴唇，被他刚刚又啃又咬的，还是有点痛感的。你看到我和张念生吃饭了？战印不说话。你就没有看到小军也在场？你的思想怎么那样的黑暗，把我和念生想成什么了？他可以说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一直把他当成弟弟来看待，当姐姐的给弟弟夹点菜吃，有什么不妥之处？我跟念生认识10几年了，跟他相处，我们的确是有说有笑的，毕竟有10几年的交情在。我还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他从认识我开始就跟着我身后姐姐长姐姐短的，与他相处是比和你在一起时更轻松更欢乐。我跟你认识才多久？也就1个月的时间，就算我们是夫妻，时间摆在那里。战印，我说过我不会找下家，我和张念生也是清清白白的，你爱信不信吧。我也用不着向你反复解释，你说过的，在我不给你戴绿帽子的前提下，咱们的私生活互不干涉。海童解释完后转身就走，不想再搭理这个自大狂，问都不问清楚，就质疑他，怀疑他红杏出墙，还因为他的男性自尊报复于他，强吻他。相处了1个月，他怎么没有发现他有如此恶劣的一面啊？平时他是冷了点，还是很有修养很有风度的。在他遇到困难时，他也会陪着他跑前跑后解决困难。在他对他改观，想着努力一把能不能培养出夫妻感情时，他却暴露了他恶劣的一面，让他刚冒出去的头又缩了回来。算了，不要再想他了，他们就是搭伙过日子的挂名夫妻，期限一到各奔东西了。砰！海童用力地关上了房门，可见他被战印气得不轻。战印回身看到那杯蜂蜜水，生气地用手一扫，就把那杯蜂蜜水扫倒在地上，杯子被摔得粉碎。海童在房里听到动静，也不想出来看了。他爱砸东西就砸东西，反正这个家是他的，砸坏了也是他吃亏。战印扫倒了那杯蜂蜜水，也回了房里，冲进浴室，给自己放了满满的一缸冷水，泡在冷水里，让自己清醒一点哈。他是喝了不少的酒，其实没有完全醉，还是有理智的，就是喝多了酒，始终容易冲动。厅里的灯还是海童后来出来关掉的，替他省点电费。这个夜晚呢，夫妻俩都是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彼此都有气。海童气战印质疑他，战印气他和张念生在一起，坚信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。他说他和张念生认识了10几年，可以说是看着张念生长大的。他和沈小军是好友，张念生又是沈小军的表弟。战印相信他和张念生是认识了10几年。他说他把张念生当成弟弟，但张念生并不是他的弟弟啊，他们之间没有半点的血缘关系。还有张念生看他的眼神是隐着深情的，张念生爱着他，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。总之战印心里的那口气消不了。隔天周日，海童早早就回了店里，
以往周末店里一般都不开门。由于他和战印算是吵了一架，闹了一回，他心情不好，也不想面对战印那张严肃冷漠的棺材脸，所以早早就回了店里。他宁愿在店里编织一整天的工艺品。心情不好的海童甚至连早餐都没有给战印留，他今天只煮了自己的那一份早餐。等战印饿醒时已经是上午10点多。换好衣服后，战印在房里沉默了很长时间才出来。他想着这是他的房子，他干嘛要怕海童？走出房间，并没有看到海童的身影，整个家都安安静静的。昨晚他打碎的那只杯也没有被清扫掉，溅了一地的蜂蜜水，惹来了一大堆的蚂蚁。战印都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蚂蚁，密密麻麻的。他先去厨房看了看，没有看到海童，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吃的。阳台上也不见海童，知道他是出去了，说不定又是去找张念生了呢。战印神色阴沉冰冷，海童不想理他，以为他就很想理他。气味消的战印还是拿来了扫把，清扫干净杯子碎片，也把那一堆的蚂蚁团灭了，清扫掉，然后又拿来拖把，把地板拖了一遍。做完了这一切后，战印拿起手机、车钥匙便出了门。一出门，他就打电话给保镖们，让保镖们在楼下等着他。大少爷看到战印下楼来，保镖们迎上前去。战印不说话，径直走向自己那辆停在楼下的劳斯莱斯。上车后，他低冷地吩咐着回豪庭别墅区。司机恭敬地应着，忙把车开动。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阿七扭头看着大少爷，有话就说吧。阿七忙道：大少爷、大少奶奶今早很早就出门了，出门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战印神色冷漠，冷冷地道：以后他去哪里去做什么都不用跟我说。大少爷和大少奶奶闹矛盾了。豪庭别墅区是管城高级别墅区，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。战印还没有和海童领证的时候，几乎每天都是回这里居住，偶尔才会回老宅那边陪陪长辈们。他住的那栋别墅原本是好几栋小别墅的，他买下来后砸了，重新建一栋大别墅，有前后花园吧，虽比不得老宅地方大，但就他一个人住已经很宽敞了。管家明叔知道他回来，还是饿着肚子回来的，提前让厨房准备好了午餐。战印起来的晚了，现在就是午餐和早餐一起吃了。回到自己熟悉的小家，吃饱喝足后，战印恶劣的心情略有好转。坐在沙发上，他打电话给苏南。苏南还没有醒呢，昨天他和陆东明两个舍命陪君子，陪着战印喝酒。战印酒量好，他醉得不厉害，苏南却是醉得需要让酒店的人送他回家。陆东明酒醉比战印更好，他是一点都没有醉，不过喝了酒也不能再开车，干脆就留在酒店过夜。老板，苏南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嘶哑，早呀。战印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不早了，我刚吃完中午饭。他把手机从耳边移开，看了看时间，还真是中午了，怪不得他被老板的电话叫醒，就觉得肚子痛了，还好头没痛，否则他要在床上赖一整天。怎么了？下午有节目吗？苏南猛地坐起来，再次把手机从耳边移开，看到与自己通话的人的确是战印，他的顶头上司兼好哥们。他笑道：战印，今天的太阳从西边升起来的吗？你居然会主动问我有没有节目？怎么星期天不用陪你老婆？战印脸色阴沉，不过苏南看不到。夫妻俩闹矛盾的事，战印不会说出去，他语气淡淡的说道：他只要休息都是去他姐姐家里帮忙带孩子，要不就和他的好闺蜜逛街，不用我陪他。苏南想到总裁夫人和姐姐是相依为命的，对于战印说的话也没有怀疑，便说道：我打电话问一下东明，看看他有什么计划，再通知你。行。战印是不想一个人待着，一个人待着，他总会想到昨晚的事。他和海童算是吵架了吧，今天又互不理睬的，这是冷战。陆东明提议去打高尔夫球，3个好友便去打高尔夫球了。海童则在店里编织工艺品，一整天都没有回家，吃喝都在店里。直到晚上8点多，他
他才关门，骑着电瓶车回家，还带着他答应送给战印的招财猫以及那条金龙。因为他把事先给他的招财猫送给了商小飞，他生气，他才会多送他一条龙，算是哄住了他。现在把编织好的招财猫带回家给他，不是海童向他低头，是觉得答应给他的，赶紧给他，不想欠着他的。到家后，家里依旧是空荡荡的，鬼影都没有半只。海童把招财猫和那条龙放在了茶几上，便走出阳台，给花花草草浇水。之后坐在秋千椅上，静静地看着外面的夜景。看着看着，他犯困，便靠在秋千椅上，想着就是睡2分钟。结果这样一睡，便睡到了凌晨5点多，醒来时天都快亮了。他竟然在阳台外面睡了1个晚上。清醒过来，海童便知道战印昨晚彻夜未归，否则他会把他叫醒的。他那人冷是冷了点，并非铁石心肠，对他还是很不错的，妻子该有的他都会给他。起身离开了秋千椅，回到了厅里，开着灯，看到自己带回来的2件工艺品依旧放在茶几上。海童静默了片刻，便走向战印的房间。门是锁着的，他没有他的房门钥匙，无法打开房门。估计他是没有回来吧。今天周一了，又是新的一周。虽说战印一夜未归，海童也没有打电话给他，他还在气他，他又何必去自讨没趣？敢说他给他打电话，他是绝对不会接听的。战印不在家，海童就没有在家里吃早餐。天亮后，他拿着车钥匙下楼去，打算去外面随便吃份早餐，再去姐姐家里接杨洋。海玲今天还要继续找工作。海童在楼下的停车位看到了战印那辆东风商务车，他停下来，盯着这辆车看，车牌号码他记得，这就是战印的车，他没有开车出去。半晌，海童掏出手机，还是给战印发了信息。他问他：你今天要上班吗？我看到你的车还停在楼下呢。信息发过去后，他抬脚便走向另一辆车。很快，海童开着车走了。到了姐姐家里，让他意外的是，姐夫周红林回来了。海童，你来了。周红林主动跟小姨子打招呼。海童微愣一下，便叫了他一声姐夫，随即问道：我姐和杨洋起来了吗？你姐在厨房里准备早餐，杨洋还没有起来。周红林回来后，海童觉得他对自己颇为客气，不过海童和姐夫一向没什么话说，他直接进了厨房。周红林去阳台外面抽烟，其实是避开妻子姐妹俩给叶佳妮发信息。他对叶佳飞说道：亲爱的，不用吃早餐，我等会儿去管城大酒店给你打包美味的早餐，比你平时吃的路边摊好吃。叶佳妮很快回复了他：谢谢亲爱的，那我就在公司里等着吃你打包给我的美味爱心早餐了。周红林发给他一个亲吻的表情包。叶佳妮忽然问他：你回家了吧？回来了，这是我买的房子，我在还的房贷，房子是我的，我凭什么不住？叶佳妮过了好一会儿才回信息，却是问他：你们住的那套房子，房产证上可有写你老婆的名字？没有，我婚前就买的，没有加她的名字，以后咱们在一起了，我把你的名字加上去。他对叶佳妮现在是掏心掏肺的好。叶佳妮笑得挺开心的。周红林住的那个小区，他知道房价是很贵的，周红林那套房子值好几百万呢。他没有在房产证上加海玲的名字，但愿意加她的名字，对她是真爱吧。很快，叶佳妮又问他：红林，你回家后是不是就和你老婆和好了？她有没有向你道歉啊？周红林扭头看一下屋里，他是昨晚上自己回来的。被父母和姐姐一顿劝，他才回来的，否则他还想在父母家里多住几天，能肆无忌惮的和叶佳妮出双入对的。海玲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去公婆家里，每次过去都会被婆婆和大姑姐挑刺儿，次数多了呢，她心里烦，没什么事儿就不会去公婆家。周红林才敢那样肆无忌惮和叶佳妮出双入对。在她请假在家里养伤的这几天，叶佳妮一下班就会过来照顾她，给她买营养品，买很多好吃的，两个人的感情突飞猛进。要不是叶佳妮坚持要等她离婚，不愿意不明不白地跟着她，他们俩早就滚床单了。虽说没有吃到肉，
周红林对叶佳妮却是更好了。得不到的便是最好的。叶佳妮深谙这其中道理，哪怕跟周红林亲热得像夫妻了，她都守住最后一道防线，愣是不让周红林到手。她向我道歉了，还保证以后都不会和我动手了。周红林撒的谎。事实上，他回来后，夫妻俩已经是分房睡，不是海玲赶他，是他心虚害怕自己睡着了会被海玲剁成800块。海玲也没有向他道歉，反而警告他再敢对他家暴，他还会操着菜刀追他几条街，让他丢脸丢到姥姥家。周红林是真被海玲的彪悍吓到，在回来之前，父母也提醒他海玲会反抗啊，还反抗的那么激烈，以后不要再家暴海玲，因为夫妻俩打架呢，鹿死谁手是个未知数。叶佳妮在那边笑了，觉得海玲真是个贱骨头，都被丈夫家暴了，居然还会向周红林道歉。估计海玲对周红林的感情还很深吧，况且海玲现在没有工作，完全是靠着周红林养着。曾经在公司众人嘴里是个优秀女人的海玲，也会有这一天。叶佳妮想到海玲的丈夫对自己嘘寒问暖，千依百顺的，经常变着法给她送礼物，哄她开心。给海玲的生活费却从原来的3000元变成1500，因为夫妻俩实行了 AA 制，以前给3000，现在便只给她自己的那1500了。周红林现在真正的收入，叶佳妮是清楚的。他这么高的收入，给老婆的生活费只有1500，但对她却大方得很，这就大大的满足了叶佳妮的虚荣心。亲爱的，咱们公司见。周红林听到儿子的叫喊声，便结束了和叶佳妮的聊天，掐灭了烟头，从阳台走回来，对刚走出厨房的妻子说道：海玲，你忙吧，我去抱杨洋。海玲不说话，但没有和他抢，让他进房去抱儿子。周红林笨手笨脚地帮儿子换过了衣服，便抱着儿子出来，对海玲说道：海玲，你去冲奶粉，我不知道怎么冲。要放多少水，多少奶粉，他都不知道。姐，我去吧。海童从厨房里出来。小姨。周阳一看到海童，就伸长手要海童抱，海童只得抱过了他。周红林颇有点尴尬，觉得自己在儿子眼里还不如小姨子。海童抱着外甥进房去冲奶粉，这周红林便显得有点无所事事的。他也在家里待不住，便对还在厨房里忙活的妻子说道：海玲，我先去上班了，周一容易堵车，早点出门不会被堵。海玲还是说了句：不吃了早餐再去。不用了，我去外面打包一份就行，中午我有饭局不能回来吃饭，你和杨洋吃就行。见海玲只是问了句，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帮他拿外套拿公文包，再像送皇帝似的送他出门。周红林心里颇是不爽，觉得海玲吃他的住他的用他的，却不伺候他。他姐姐对姐夫那是极好的，可以说把姐夫当成皇帝来伺候，然后姐姐还要上班赚钱呢。海玲什么都不做，对他还不好，也怨不得他不爱他了，他不合格吗？周红林为自己精神出轨找到合理的理由，他自己去拿来了西装外套、公文包以及车钥匙，又跟儿子说了声：杨洋，爸爸上班了，拜拜。等儿子跟他挥了挥小手，他才离开。一出家门，他就驾着车直奔那个管城大酒店。没想到叶佳妮在管城大酒店等着他。周经理。叶佳妮一身的职业套装，虽年轻，却显得精明干练的，画着精致妆容的她，看上去是比现在的海玲漂亮几倍。你怎么过来了？不是说我给你打包过去吗？在外面叫我红林，我喜欢你叫我的名字。周红林下车走向小情人，伸手便揽着她的肩膀，拥着她往酒店进去。既然你过来了吧，那咱们就在酒店吃饱了再回公司。叶佳妮娇笑着，人家就是想和你一起吃，才会赶过来在这里等着你的。怎么样，惊喜不？惊喜。周红林宠溺地应着，随即飞快地在叶佳妮的腮边亲了一下。叶佳妮红着脸轻推他，小声说道：正经点儿，这是外面呢，万一被人看到，传到你老婆耳里，我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小三了。红林，你说你真的爱我，你就忍心让我当小三吗？
他的目标是成为周鸿林的合法妻子，取代海玲成为那套房子的女主人。他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，周鸿林是他认识的男人当中最优秀的了。父母都知道他和周鸿林的事，不过他骗了父母啊，说周鸿林未婚的。父母知道周鸿林那么高的工资，都跟他说要抓牢了，早点结婚，免得被其他女人抢走。周鸿林又亲了亲他，安慰着他：我的心肝宝贝，我哪舍得让你受委屈啊？放心吧，我会和海玲离婚的。明年我儿子上幼儿园了，我立即就和海玲离婚。叶佳妮嘟着红唇，还要等到明年呀？要不我匿名发些暧昧的相片给你老婆，让你老婆先跟你闹，然后你趁势离婚。不过鸿林，你不能分财产给他，让他净身出户。叶佳妮说这句话时，眼里掠过了狠毒。她是当小三的与原配本就是对头，她就是不想让海玲好过。海玲现在没有收入，一旦净身出户，说有多惨便有多惨。叶佳妮最讨厌的是海玲都离开公司几年了，公司里的老员工提起海玲都是夸赞的话，她就要让海玲狼狈不堪。婚后她没有上班，没有收入，靠着我养的，家里什么都是我的钱买的，她有什么资格跟我分财产？周鸿林牛逼哄哄地道，只要我和他离婚，他绝对是净身出户，什么都得不到。上次海玲跟他说过，离婚的话让他把装修的钱还给他。周鸿林也说了，要钱一分都不会有。现在不离婚，他是考虑到儿子还小，需要人照顾，就把海玲当成一个免费的保姆吧。这个免费的保姆照顾儿子绝对是尽心尽力的，他一点都不用担心儿子会被保姆虐待。叶佳妮想说的是，他的存款也属于婚后财产，海玲一旦起诉的话，是能分走他一半存款的。就连他平时花到他身上的那些钱，要是让海玲知道了，一并告了，他也得把那些钱及东西归还给海玲。想到海玲就姐妹俩，周鸿林现在是经理，在职场混得开，多少都有点人脉。将来真和海玲离婚，海玲也是斗不过周鸿林的，叶佳妮便没有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，免得周鸿林觉得他是冲着他的钱来的呀。叶佳妮对周鸿林是有几分的真心，公司里那么多的高管，就属周鸿林最年轻了，才30出头呢，保养的又是极好的，每天都是西装革履，上去成熟沉稳又帅气。当然重要的是他收入很高呀，他哥说周鸿林1个月的收入顶得上他1年的收入了。只要她嫁给周鸿林，在他们家那个片区里，她都是数得着的嫁得好的了。这时候酒店的保安快速地把进出酒店的人都引到一旁去，接着辨识到好多穿着黑色西装的高大男子，簇拥着一个男人从酒店里出来。那些保镖模样的高大男子挡住了很多人的视线，再加上又有保安开路，大家都知道有大佬从酒店里出去，却没有几个人能清楚被簇拥在中间的那个男子是谁。周鸿林和叶佳妮也被保安引到一旁去，他们俩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。那些黑衣保镖已经簇拥着中间的那名黑衣男子走出了酒店，可能是眼花了吧，周鸿林远远地着被簇拥在中间的那名黑衣男子，身形有点眼熟，可惜的不是很清楚，保镖太多了，护得紧，他就那样错眼的了2眼，那一行人已经远去。那是谁？他觉得有点眼熟的人，肯定是他见过的。周鸿林在脑海里搜索，搜了好一会儿都没有搜到那个眼熟的人是谁。那是谁啊？排场好大呀，也好酷。叶佳妮一脸的好奇，对那个被簇拥在中间的男子充满了好奇。那些保镖个个高大威猛，又西装革履的表情严肃冷漠，而且个个都长得挺帅气的，让叶佳妮觉得如同到了男性的选帅场合。周鸿林也想知道是谁啊，还是旁边一位大叔告诉了2人。大叔说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管城大酒店，这间酒店是战氏集团旗下的，战家大少爷经常来这里吃饭，刚刚出去的就是战家大少爷。放眼管城，排场那么大的人，也只有战家大少爷了。战大少爷这么大的排场，主要是防着花痴的接近，他身边3米以内都不允许年轻的女性出现，这一点和望城的兰家少主很像。”周鸿林听到说是战家大少爷，一脸的恍然啊，说道：“
怪得那么大的排场？原来是战家大少爷，哎呀，可惜了，我要是知道是他，定要挤到前面去一睹战大少爷的俊容。听说战大少爷长得特别好。那位大叔斜睨了周红林一眼，笑道：你长得还行，但你要是和战大少爷比的话，你会输得很差。周红林也不生气，我哪敢和战大少爷比较呀？咱们管城能与战少相提并论的，大概就是商总了吧。今天能遇到战大少爷，我的运气不错呀。等会儿去买张彩票，我能不能中个大奖？那位大叔被周红林的话逗得哈哈笑。叶佳妮一脸的惊羡。等那位大叔走后，他挽着周红林的手臂往酒店的自助餐厅走去，嘴上说道：战大少爷在咱们管城简直就是神一样的人物，也不知道这样的男人哪家闺秀能征服他。战家是管城的首富，战大少爷是这一代的当家人，掌管着庞大的战氏集团，还有他自己的私业，他绝对是个钻石王老五呀。听说战大少爷至今都没有女朋，慕他的女人也没有听说多少，可能是一般人都见不到战大少爷的真人吧，见不着就不会沉迷上了。有一个超级慕战大少的人，便是商家的千金小姐商小飞。商小飞不仅公开向战大少爷表白了，还热烈地倒追着战大少爷。叶佳妮想，他要是有商小飞那样的出身及底气，他也敢去倒追战大少爷的。我刚才到战大少爷的身形，瞧着有点眼熟，不知道我在哪里见过他。周红林说出自己的疑惑，叶佳妮不想打击他，但又不得不说实话。他说道：你绝对没有机会见过战大少爷，我们公司的客户并没有战氏集团的，就算能与战氏集团有业务往来，以咱们的级别也见不到战少。况且咱们公司与战氏集团旗下的一间分公司还有着竞争呢，不可能有合作的，至少目前是不会合作，除非他们公司改行，不与战氏的分公司抢生意争业务。周红林知道以自己的身份，别说见战少了，连战少的左膀右臂苏总特助都见不到呢。听说战氏集团的职员有很多干上几年都见不到战少的真面目呢。可是我就是觉得他的身形有点眼熟。战少战印，海童的丈夫不是姓战的吗？周红林很快就把战印否定了。刚见面时，他也问过战印和首富战家有什么关系。战印说500年前是一家，也就是说没有关系了。况且战印要是战家大少爷，怎么可能会去海童呀？而且战印开的车是一辆12、3万的国产东风风行商务车，完全与战家大少爷的身份不搭配。周红林想到战家的门庭，再想到自家小姨子的条件，觉得战印要是战家大少爷，海家的祖坟都得冒青烟。海童是有几分姿色，但各方面的条件远远不及商氏的千金。战少连商氏的千金都看不上，会看得上海童。一对比后呢，周红林自动的就抛开了这个想法，认为是自己多心了。战印绝对不可能是战家的大少爷的，眼花了吧？走，我们去吃早餐。叶佳妮倒是希望周红林能和战少认识，那样他跟了周红林，也能借着周红林的关系认识战少，说不定能挤入上流社会那个圈子呢。但现实给他狠狠一巴掌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他还是别做白日梦吧。能抓住周红林的心，让周红林离婚娶她，已经是他最好的归宿了，其他就别想了。战印没有看到周红林，不过阿七看到了。好在周红林并不认识战印身边的保镖，保镖们却要对大少奶奶身边那几个人的面孔熟记于心，故而认得周红林。上车后，阿七才对战印说道：大少爷啊，刚才在酒店门口，我好像看到了大少奶奶的姐夫，就一眼而过，我不敢肯定是不是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并不是大少奶奶的姐姐，有可能是我看走眼了吧。那个男人要是大少奶奶的姐夫，他就是知道了一件对已婚女人来说是极为残酷的事，丈夫出轨了。战印没有马上说话，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低冷的道：说了，他的事与我无关。阿七张张嘴想说什么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大少爷与大少奶奶明显就是闹了矛盾，似乎还在冷战。大少奶奶不主动打电话给大少爷，大少爷也不回明苑花园住了。偏偏他们这些贴身保镖不知道小夫妻俩是因何闹的矛盾，
想开解都无从下手。战印说了那句话后，又不吭声了。阿七扭头偷看了2眼，看到大少爷盯着手机在看着什么，是海童发给战印的信息。他看到了他那辆用来装穷骗他的东风风行商务车停在楼下，问他今天不用上班吗？战印在纠结他要不要回复他。昨晚他是在自己的别墅里过的夜，并没有回明苑花园。他以为他会问2句的，就算不打电话也会发信息，结果他等到深夜，手机倒是响了数次，都不是他打来的。战印的骄傲让他不愿意低头，他不在乎他，他也不会在乎他的。战印手指动了动，并不是回复海童，而是把海童发来的那条微信删掉了，还把海童自他的微信好友的列表里删除。海童发了信息给战印后，一直没有收到回复，知道战印还在生气。他在生气，就是不相信他和张念生是清白的。海童干脆也不再给他发信息。等杨洋吃饱喝足后，他抱着杨洋和姐姐一起出门。海玲继续去找工作，海童带着外甥回到店里去。沈小军很喜欢周洋，几乎都是他在陪着周洋玩耍，让海童可以编织他的工艺品。他也准备自己做些复古风的头饰放到网店上销售，看看销量如何，要是过得去的话，他就多开一家网店了。在电商的冲击下，实行店的这个生意是很不好做的了。只要网店能赚钱，海童就很乐意多开一家网店的。临到中午时，沈小军问好友彤彤，今天你还去接你家那位过来吃饭吗？我在家里带了些新鲜的海鲜过来，咱们中午就吃海鲜大餐。战先生要是过来吃饭，我多放点米吧。沈小军准备去烧菜做饭了，才会问好友，怕米放少了，饭不够吃。就算我叫他，他估计也不会过来。小军，我和战印好像是冷战了。海童把客人预定的一盆发财树编织好后，便暂时收了工。闻言，沈小军关心地问，你们俩怎么会冷战的？最近不是处得挺好的吗？战先生为了让你吃好，还特意让那个管城酒店的人给你送饭呢。海童叹口气说道，还不是周六那天中午我请你和念生吃饭，可能被他看到了吧。我都没有看到他，他硬说我是把念生当成了下家，说我给他戴绿帽子，把我气得半死。我和念生就像姐弟一样，我一直是把他当成弟弟看待的，怎么可能会把念生当成下家呀？我真喜欢念生的，当初为了闪婚搬出我姐家里，可以找念生帮这个忙，何必和他领证？看他平时很大方的样子，其实心眼像针眼一样小，小气不说，还疑心重，嘴巴也毒，没有弄清楚就说我给他戴绿帽子，不就是把我说成了水性杨花的女人了吗？他没有说战印发酒疯时还强吻他。沈小军，他当时看到我们3个人一起吃饭了吗？怎么不跟我们打招呼的？还有我这么大个人坐在那里，他也看不到，就只看到你和念生了。我也是那样说的，我说小军还在呢，我是和我朋友一起吃饭。沈小军想了想，脸色微变，试探地道，彤彤，战先生会不会怀疑我是牵线的那个人？海童，以战印那多疑的性子来看，还真有可能把沈小军当成是替他和张念生牵线，甚至打掩护的人呢。沈小军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他从来没有想过把好友和张念生凑成一对的，因为海童比念生大了3岁，海童是不喜欢姐弟恋的。念生对海童也是姐姐长姐姐短的，分明就是姐弟之情嘛。彤彤，你可得解释清楚，免得战先生以为我是个拉红线的人。我冤啊，主要是会影响到好友和战先生的婚姻。虽说2个人是闪婚的，没有感情基础，领证1个月了，多少也处出一点感情了吧。沈小军是很希望好友和战印能够像所有夫妻那样恩恩爱爱，白头到老的，绝对没有把好友介绍给其他男人的想法。我解释了，他只相信他眼睛看到的。昨晚呢，他一夜未归，今早给他发信息，他也不回复我。我想啊，我们这就是别人说的冷战吧。海童叹口气，他是第1次为人妻，实在没有经验啊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夫妻冷战的问题。